那另外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这不是开玩笑的哦，这是要死人的，有人被暗杀了。先来看看在莫斯科的市中心，昨天清晨发生了爆炸案，结果死的不是别人，死的是俄罗斯辐射化学和生物防务部的司令哦，他叫做基里洛夫，还有他的助理2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当时的画面，火光哦，一片火光直接出来哦。画面上就是这一位这个所谓的生物防务部队司令啊，他跟他的助手、他的助理从大楼里面一走出来，你就看到镜头上面就一大片的火光哈，非常惊人的火光，他们2个当场被炸死。那当然有人埋伏，到底是谁干的？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乌克兰就承认了，对我干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讲说，基里洛夫是绝对合法的目标，我杀他刚好而已啊！因为他在俄乌战事中下令对我们乌克兰的军队使用违禁的化学武器啊，所以我有正当性。那另外呢，这是第2战场吗？这是俄乌战争的新战线吗？我们看到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就讲哦，因为在战场上，在真正的战场上你赢不了，所以我就开第2战线。那暗杀是一个，因为呢，其实过去呢，暗杀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在12月12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哦，这个是乌克兰的这个乌国的乌国防情报局在莫斯科郊区的公寓里，也几乎用一样的手法哦。他这一次是枪杀，这是俄罗斯的高级导弹科学家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在这个战事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占上风，我就用另外的方式赢过你。而我们看到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包括梅德韦杰夫就讲哈，你们要付出不可避免的代价。现在在枪杀了。那到底是谁在后头支持他？有没有呢？还是他独立做成的这样的暗杀行动？美国人讲了，美国人说跟我们没有关哦。美国很快的就否认暗杀行动，这是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那俄罗斯外交部就说我不相信哦，这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他说怎么可能？这个我很可笑的听到那些制造基辅政权、赞助政权、给钱和不受控制提供武器给他们的人和这件事件无关，所以俄罗斯表示不相信。那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阴谋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可是我们看看过去的这一桩事件，北溪2号被这个炸断哦，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乌克兰战争刚开始发生不久之后，那个时候大家也都在讲说，哦，到底是谁把这个天然气管给炸断的呢？把它给炸毁的呢？哦，那从去年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媒体报道说，哦，是乌克兰自己炸的。我们看到这是德国媒体，他说乌克兰直进行动混合战的真相哦，包括有炸北溪2号哦的成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有密切的关联。这是来自于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而包括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其实也有相关的报道，说是泽伦斯基本来已经批准了这项行动，后来 CIA 就是想想不妥要叫停，可是后来并没有阻止这项行动的发生。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包括方方面面啊，你要有卫星啊，像这样的行动，不管是暗杀，不管是爆炸，不管是炸毁一条天然气管，那都不是这个简单的事情，一定有很多缜密的计划跟情报人员在后头支撑哦。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你可能很难继续执行。不过在川普上任之前 ，CIA 是不是要来清场了？要把一些所谓过去做过的事情，把它的痕迹都给消灭。包括您看到这个美国曾经承认在乌克兰参与生物的实验活动包括这样的生物实验其实是可能跟人道有关这应该是被禁止的。那另外华邮也报道了，美国国务院这个解禁允许乌克兰的民兵大家曾经讨论的亚速营使用美国的武器。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有很多这个政权在交接的时候讲的是美国，川普上台之后，可能乌克兰也担心会被清算，因为当时在这个竞争川普跟这个拜登在竞争的时候，其实这个川普曾经要求他们把拜登的一些黑资料给他们，他们是拒绝的，所以担心川普上台后会来清算，所以有可能有一些事情呢，现在要毁机灭证了。包括川普的乌克兰特使说1月要访问基辅，
那不谈判要调查，不去莫斯科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北约哦，现在也有点担心了，所以已经有一些工作在进行了。他接手主导乌克兰援助的协调工作，因为很担心川普上台之后，可能就不再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了。来请教彬哥，怎么看乌克兰的战场的变化？其实乌克兰不是第一次暗杀，他们之前就暗杀过好几个人了。那当然，现在战争看起来整个在真实战场上对乌克兰不利，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想要去打击俄罗斯，造成他们人心惶惶。可是我觉得他们有点误判普丁，普丁不是一个会轻易被吓倒的人，你去吓他的结果，到最后只是让他更激烈的报复。在我看来，大概这个是跑不掉。所以乌克兰持续这样暗杀的结果，大概就是让俄军在战场上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去对付他们。我现在一直最担心的是，现在乌克兰已经越来越冷，他们的能源设施又被打成这个样子，乌克兰到底要怎么过冬，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情况看起来真的不太妙。然后我觉得俄罗斯接下来会更加疯狂的去打乌克兰相关的设施哦，所以到最后就是整个乌克兰人民要去承受这个问题。那至于说他这个暗杀完全美国都没有介入吗？老实说，我也不太相信。大家都知道，乌克兰本身的情报能力是相对有限。你不管是他之前袭击黑海舰队也好，或者是他之前进行的一些暗杀活动也好，如果没有 CIA 在旁边的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资讯跟帮助，你说光靠乌克兰本身的情报能力要能够达成这些东西，我认为困难性非常非常的大。北溪的事件更是如此，北溪还牵涉到高科技的执行能力的问题，因为它是在深海里头，不是在一般的路上。所以到现在，你看到美国的一些报道啊，说什么哇 ，CIA 本来说阻止啊，然后泽伦斯基也叫停啊。在我看来，你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推给那个扎卢日内嘛，不就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人都不是我们杀的，都是扎卢日内干的。那扎卢日内现在很明显的是泽伦斯基的政敌啊，因为现在扎卢日内的在国内的呼声是比泽伦斯基声望比泽伦斯基高很多，所以这个看起来，我觉得更像是跟泽伦斯基配合要去弄扎卢日内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道，因为这个看起来蛮诡异的。老实讲，我也不太相信一个军队的司令，然后完全没有接到任何指令，然后要越境，你要请注意哦，这个可不是在乌克兰境内就可以达成的事情哦。他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执行这个任务，没有 CIA 的协助，没有总统的指示，一个军队的司令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吗？我是觉得让人难以置信。那美国长期以来在乌克兰究竟在干什么？这是我们一直都很疑惑。因为以美国跟乌克兰距离如此遥远，而且它又是临接俄罗斯的第一线，你为什么会在那边设生物实验室？而且设了不止一个生物实验室，设了好几个。所以现在你到底想干什么？当然，美国过去一直对外的说法都是，我们没有就是单纯协助乌克兰做生物相关的这些提升他们的医疗技术啊，这些生物实验。你跟乌克兰有好到这种地步吗？有需要去做到这种事情？东欧这么多国家你都不去做，专门针对乌克兰，这不是很怪吗？我觉得反而是说你跟乌克兰正在合作什么生物武器，然后想要在俄罗斯这边做实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比较高吧。不然的话，有什么道理你要相隔万里的地方，你跑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请问一下，到底是什么？那当然，目前还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了什么东西。但是杭特之前是有去过乌克兰，那这个乌克兰的那个检察官也说，这个拜登他们这边在阻止他的一些调查。那请问一下，到底你们在美国在那边做什么？我觉得很简单，虽然杭特拜登已经被拜登自己特赦，川普上来的时候可以揭发，川普可以把我们很多东西告诉我们吗？最近有很多人在热议啊，就是那个罗利岛到底那个富商政商名单到底川普要不要公布？因为川普在选举的时候说他上台也许会公布这个东西。那最近就我看一堆人到处在乱传啊，说什么好几位美国前总统啊，什么东西都在里头。那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如果有这种名单，当然是非常震撼。所以我觉得川普不如去公布杭特拜登到底在乌克兰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你，不管是他要巩固自己的权位也好，或是去真正找出整个问题的核心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价钱够高的话，可能他就会这么做。将军，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背后
如果仔细去细思的话，是后面有很大的一个阴谋。我从人事时地物来给各位做分析。第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人被暗杀，这个叫3防司令，防辐射就是核生化3种，辐射是核子嘛，生物制剂还有化学战剂，它是防护的，它不是攻击的，所以他知道有很多的这种机敏的事情。然后其实对乌克兰来讲的话，在战场上伤害不大，但是威胁性十足他曾经揭露乌克兰在战场上面400次使用生物战剂，因为他本身就是防护这个的嘛。他也揭露过美国在这个乌克兰来讲那边有生物的实验室，是他由他来揭露的。那他在现在位阶是最高。那如果被暗杀掉之后，我觉得当然在战场上的影响不大了。但是对后面的影响，有些人会产生寒蝉效应，那就很严重了。因为是格拉西莫夫或者是说绍伊古这些人来讲，会不会产生那种震慑的作用？这是第一个，这是人第二个，这件事情的发生，你看他们两个刚从房间出来，对，被一个滑板车上面带了黄色炸药就过去。那如果说从这个事跟物来看的话，如果没有很精准情报的话，你怎么知道那2个人一个是这个司令，另外一个是他助手啊？刚好这时间点出来，那你摆在那个地方刚好可以划过去，所以有非常精准的情报。那试问一下，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没有很精准情报，怎么来的？那时间上面也很巧合，这时间上面刚好是拜登要下台，然后川普上台。川普刚刚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疯狂的事情，提供我们陆军中程战术导弹给乌克兰？”他认为这是很疯狂的事情。于是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这个泽伦斯基马上说：“我干的，我干的。”美国说：“我没干，我没干。”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讲穿了，就是泽伦斯基想要利用这件事情在战场上面，虽然他处于极不利，但是他把美国拖进来。很明显的做这个动作，他要扩大这冲突。你俄罗斯来报复我，来报复我，让这场战争停不下来。我觉得这是整个事情的阴谋在这边。再来我们看这个地点很特殊，这个被炸死这个司令他的这个被爆炸的地点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7公里，对，非常近。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还有那对于这个俄罗斯的高层甚至于普京来讲，这些高层来讲。会不会有威慑性的效果？如果没有很精准的情报，没有很绵密的那种情报组织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小看它只是一场爆炸事件，但是代表整个俄罗斯的情报系统可能出现很大的一个纰漏跟漏洞。尤其是前子刚刚有讲嘛，之前是他们另外有一个也是军方高层，他是发展飞弹的一个指挥，一个科学家也被暗杀了。所以从这连续几个首领几个军方的一个高层被暗杀的后果来看的话，我个人可以大胆的推测，拜登是不是提供在他要下任之前，提供给这个泽伦斯基很多相关的情报，让泽伦斯基来扩大这个战场，然后挽救到战场颓势，让川普上来之后没有办法解决这场战争，而且更扩大这场战争的范围。所以一个才会说我打，另外一个才说不是我打的。所以我觉得这后面代表的阴谋其实是蛮大的。是，哎，老师。这个11月份呢，美国大选选完以后突然之间拜登老人痴呆症好了现在满脑子坏水要想尽办法搞坏这个世界然后呢，他搞坏的话有3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呢，对于这个川普报仇这个太明显了，因为他干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把这个战争延续下去。然后第二件事情他还不管什么乌克兰的反正发也不是发他的钱嘛给了武器什么的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有意无意的叫乌克兰尽量朝俄罗斯本土打。那这个的话呢，基里洛夫本身他的地位重要，这不用再讲，他死的地点非常重要他是在莫斯科内死的。那你想想看，普丁是什么人这个是一个其实讲良心话，他是 KGB 的老大他自己本身就曾经部署过多少暗杀事情。我必须强调这一件事情原来俄乌冲突之间就是个大悲剧很像我们这边本省人外省人一样，基本上原来根本都不分的，没有一个乌克兰人不会讲俄文的。我就敢讲这句话。泽伦斯基的话呢，一开始的话呢，根本就乌克兰话讲得不好的，他根本上就家里就是个讲俄文的家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很难分，明显这里头有内线了。要不然的话呢，怎么会那么巧那么准300克的 TNT 炸成整个楼垮掉？这个是一切有预谋。但是这个预谋当中呢，最有趣的事情呢是，没有一个俄国人认为说美国没有参与，那美国偏偏强调跟我无关那个尤其是那个马修
米勒的话呢，他那个眼神呢闪闪烁烁的就自己觉得自己理亏因为美国本身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话呢，如果美国不拱火的话呢，乌克兰没有这么大胆子。乌克兰现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激怒俄罗斯，让他打得越狠以后，大家发觉停不了以后呢，拜登可高兴了，因为那个川普在选举之后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有办法让他24小时内结束，现在结束不了，所以川普现在急了，川普急了以后呢，他就基本上呢会就拉中国说 China can help， 不是台湾 can help，是 China can help。然后另外的话呢，他就在强调说我自己的话呢，跟这个我有特使准备到俄罗斯去也不准备到乌克兰去的话呢，就协调事情，他就会搞一份非常难过的、非常没有尊严的这个停火协议，逼着泽伦斯基来签。泽伦斯基现在尽量把事情搞大，尽量闹大，但是打死不签。这是他说过，他说我现在不跟川普谈了。他本来是充满了希望自己还跑到那个什么圣母院去，跟着就是站在那个川普旁边。后来发觉的话呢，川普根本理都不理他，甩都不甩他，没有任何的实质效果的情况下，他现在只有把这事情搞大。这个事情搞大以后呢，最倒霉的就是欧洲欧洲人现在逼的，你又不能够说是哎呀你就算了吧，不能讲这话。然后呢，现在呢又要说强迫要把武器都运过去，所以产生的一个结果，你可以料想到。可是川普其实还没上任，我们的世界已经完全充满了川普。你看他很忙，他在海湖山庄一下子见那个，一下子看那个，还开记者会呢。我们先来看看呢，他现在呢是不是川普公司要上市了？包括日本软银的总裁孙正义不是去看他吗？两个人握握手那川普当面他很敢讲当面说你可以投资2000亿美元吗？就孙正义说我没那么多钱。本来一开始孙正义是说好我要投资1000亿美元，川普就直接说你就弄个2000亿吧。人家说我没那么多钱，我努力看看，所以你就知道以后的美国会是怎么样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德性。那另外我刚刚讲了他不但发邀请函要习近平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还在海湖庄园见了包括孙正义、包括库克、包括祖克伯，还有周受资所以他现在呢一心一意想要赚钱。另外呢，美国当然这么做，那中国也在严阵以待包括晶片战已经打了这么久了，你要有反制的措施。中国大陆就说现在打算禁止这些稀有的金属、稀有的矿产向美国出口，那这个影响美国的一些武器生产部门，我掐你喉咙，你要掐我，我也掐你。而另外呢，这个拜登说是在下台之前临去秋波打算祭出301条款，要查中国的成熟制程成熟的制程你卖给我多少，我也要来查一查这也是制裁的一部分。而王毅昨天在北京他们有一个国际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大会，王毅回应他说了一番话。他回应说，在这个星球，两国的相处之道讲的当然是美国。王毅作为这个外交部长他说希望跟美国保持对话，管控分歧，增信事宜，共同探寻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王毅用了不一样的名词，他现在用星球。过去讲过包括这个世界容得下两大国等等习近平也讲过太平洋很大如何，那现在变星球了。加拿大看苗头不对，要递投名状了吗？包括我们看到加拿大最近打算对中国产品加税。品项有太阳能，还有关键的矿物。那另外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川普也威胁他杜鲁道说，我要加你们的税提高到10%所以加拿大现在说，好，你先不要，我会出钱把这个边境的事件给管理好因为川普的这个理由就说你边境都没管理好那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前财政部长方慧兰现在变成前财政部长，因为他离职了。他对于关税跟杜鲁道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所以他干脆就离开所以你看到川普就用很轻佻的方式回应，他说方慧兰的行为完全有害，无助于美加达成对加拿大公民有利的交易，我们不会想念他，他是被加拿大的州长杜鲁道解雇的。真的
他真的什么都敢讲，哎，好轻蔑啊！如果我是杜鲁道，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回应啊。那另外，杜鲁道其实也面临国内有一些反对他的一些不管是政党还是民众的一些这个呛虾越来越多的人要他辞职说他失控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保守党的领袖皮埃尔就说：“你这是一个小丑啊！”那可能取代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的位置有可能这个保守党里面有川普式的倾向，也是有民粹像这样子的倾向。来，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个美国川普2.0？川普真的是很狂啊，可是他跟孙正义真的大骗对小骗。讲真话，孙正义不要说1000亿啊，你去看软银现在手边有多少资金，250亿都不到，他也是随便喊的啊。张口就是1000亿。对，他本来的想法，我在想说，我喊出1000亿，然后你川普跟我合作，我就可以上美国去募资。然后他想一定是这样嘛，不然他去哪里生那么多钱？1000亿美金呢？你开什么玩笑，对不对？但是川普比他更狠，直接跟你讲2000亿。那反正大家就随便说说嘛，这个钱到时候有没有就看募资的状况如何了。所以我觉得川普狂就狂在这个地方，什么话都敢讲。那当然，对川普到底真正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各国都是在忐忑不安，都在看他到底真正上任之后会怎么出招。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他也是很小心谨慎的。一方面，你要制裁我，我也不会客气，我慢慢开始针锋相对，我也对你做出一些制裁。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断的在告诉你，我是保留谈判的空间的，也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良性竞争，不要说彼此这样互相报复，这样对大家都不好。那王毅现在讲说，这个星球这个范围已经扩大，以前是太平洋，现在变这个星球。可能再过50年就要讲这个宇宙，可以像还是这个太阳系，我就不知道。银河系。对啊，所以当然这就是一种说法，主要还是要强调，就是中美之间是可以，就是不用变得这么样子你死我活的一个地步。但是中国大陆好处在哪里？因为他上一任就已经被川普制裁了很多了，所以他现在对美国的出口只占他15%。那在这种状况下，他相对来说准备的也比其他国家充分。然后呢，未来会受的伤害可能相对比较小一点，至少不像第一任冲击那么大。那可是对杜鲁道来讲就麻烦，因为加拿大基本上加拿大的经济生活就是依赖美国，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就直接连在一起。那加拿大就是从美国赚钱嘛。那对美国来讲，川普就说，那我就是要加你关税啊。那杜鲁道其实我觉得他诚意已经不错，直接飞到海湖庄园去找你谈，结果直接被人家羞辱，变成第51州州长。然后现在呢，他把反对他意见的财政部长干掉，然后结果你川普还再羞辱他一次，这个会不会有点夸张？我觉得川普做过头了。对，其实加拿大那边很多人已经很激烈了。为什么？就是好歹不管你喜不喜欢杜鲁道，好歹他现在就是加拿大的领袖。对，你这样子侮辱我们，那当我们什么？所以很多人骂杜鲁道是骂说你为什么不对川普反击？你应该严正的告诉他，我是加拿大的总理，不是你可以随便羞辱。可是杜鲁道感觉上好像就是有点软弱。你看他上次被习近平也是拉正，在里面念了一阵，然后现在遇到川普又怎样？所以如果杜鲁道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控制住这个局势的话，我觉得他大概是不久下台了。对，因为差不多就是这样。现在西方世界所有跟泽连斯基握过手的人全部完蛋，没有存在，基本上就这样，消失明年也快完蛋了，已经完蛋。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你会发觉西方世界开始有选择右翼领袖这样的一个趋势，好像接下来接任都会比较相对偏右翼一点。那如果说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偏右翼的话，那整个世界的冲突性可能就会变得更大。那对整个人类来说，大概也不是人类的福气。是，不过杜鲁道他在位的时间也蛮久了，是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也可以下台了。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未来中美对抗的格局应该是不变，可是还是有细微的差别，请教老师怎么看？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那个照片啊，里面显现出来啊，这个石破茂很想见川普，但川普不见啊。那孙正义的话呢，假这个投资的名义啊，去见了川普，但这张照片看起来啊，我觉得孙正义好像比川普矮了大概起码30-40公分呢。
啊，川普低着头啊问问他，然后里面只讲了一句话啊，我希望你能够投资2000亿美金啊。然后那个孙正义讲说，哦，你真的很会谈判的啊。好，然后讲说就他倒不一定马上承认他没有那么多钱，因为真正有钱的话呢，不会做这种决定的，他就是没钱嘛。因为这个孙正义最近的投资绩效不是特别理想。那另外的话呢，我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加拿大哈。你知道吗？我们叫 Republic of China， 加拿大叫什么？加拿大没有名字的，加拿大不是 Republic， 也不是 The Kingdom of Canada， 加拿大就叫 Canada。加拿大跟美国什么关系呢？我坦白讲哈，那个比利时跟法国的关系就是加拿大跟美国关系，因为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贵族都往比利时跑；那美国大革命的时候呢，所有支持英国的人就往加拿大跑。所以说到了加拿大的话，感觉上他那个 British 味就特别重啊，英国味特别重。他自己也是 Commonwealth 的一员。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国家。我曾经请过加拿大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来啊，他是这个最早先是在那个牛津大学读书的温哥华人，他是真正的英国式的加拿大人。我跟你讲，川普现在侮辱了加拿大4次，让加拿大感觉到同仇敌忾，说什么有13%的加拿大人都愿意这个变成美国的第51州啊！我跟你讲，那差不多都是印度裔或中国裔的移民啊！大家不了解，加拿大人本身非常骄傲的。我跟加拿大人特别熟，我最好的朋友加拿大人啊。首先的话呢，杜鲁道本身为了要给美国面子，跑到海湖山庄去，海湖山庄是川普的家啊。对不对？你跑来这个加勒，他马上跟你讲说，你想免关税，对不对？那变成我们1州啊，这已经是很大的侮辱了，因为他是加拿大的总理啊。第二天的话呢，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发布一个照片，里面有加拿大照片，然后呢，Canada 是加拿大的国歌啊，然后讲说你看变成了啊，然后第3张的话就直接以这个州长称呼杜鲁道。哇，他开玩笑，因为大家要了解这种心理的相对剥夺感，所以加拿大最近开始那个移民都不要了。原来加拿大是为了赚钱都要移民，很多人跑进来加拿大什么的，加拿大取得他的居留或者国籍没有很难了。但是现在的话，加拿大感觉到这个情况危险，这是连国歌都不存在，国格都不存在了。然后大家喜欢嘲笑。那今天这个财政部长的话呢，川普讲这句话，很容易让这个加拿大人都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愤怒啊，至少。我跟我好朋友联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只有摇头叹息啊。为什么？他加拿大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杜鲁道搞的啊，没有国格。因为加拿大原来它有分裂的问题，杜鲁道是属于 French Canadian， 就是他们讲法文的魁北克的人啊。那这种情况，原来的话呢，他们闹独立闹了好几次了，对不对？那现在的话，为了包容心啊，为了什么的话呢？那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杜鲁道当总理的日子剩不多了，真的不多，时间是没有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晶片战的延续，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说祭出了把一些稀有的矿产给限制住，不让美国去制造武器。来，请教老师。我觉得川普真的是疯了哈，他不是我们讲他疯，是他自己讲他自己疯。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上帝要毁灭一个人之前，一定让他自己疯狂。结果他前2年，我今天他讲一句话，他说习近平哈，这个讲到台湾问题，这个中国会不会打台湾？他说习近平知道我有多疯狂。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去讲川普有多疯狂，是他自己讲自己是确实是很疯狂，尤其是不管当选以前或者当选后的这些言论来讲的话，让我们真的是全世界都这个真的是非常担心的。尤其是中美贸易战，我觉得中美贸易战这次来讲的话，当中国反手打的时候，那美国真的是会很紧张，因为各位可能不晓得，这个我们只看到这几个元素哈，钾、锗、锑，然后石墨这几个。我今天就针对锑这种物质来讲的话，其实它对美国有多严重呢？很多的武器制造都必须要锑，它是很好一个绝缘体。绝缘体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隔热，隔热很好。你知道超高音速导弹就一定要用到这个东西，因为你在飞行，你表面上面涂料，它温度会高达摄氏1-2千度以上，还有它发动机的温度都非常高，那你必须要有隔热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T 来讲的话，是制造什么呢？制造这个高端防卫武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不管是美国的标准6、标准3，或者是爱国者这个3的导弹来讲，它是属于一种对撞的，就是你的导弹打过来，我上去不是爆炸产生破片，而是直接要撞到你产生爆炸。那 T 这种把它做成一种合金来讲，跟这个铝来讲做成它硬度会非常的硬，
所以我们讲有些媒体讲说 T 可以做子弹，不是做子弹哦，子弹是用铜，那只要杀人的子弹来讲，铜大概就够了。可是它这种要很硬，如果说你要去击毁一枚导弹来讲的话，你那个合金硬度要做到很硬，然后要隔热效果要做到很好，那就必须要有 T 这种元素。那 T 这种元素来讲的话，也是很好的红外线感应的物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像现在我们 F-16上面挂的 ISRT， 号称可以追到，可以用热感应。像我们有好几次这个解放军军演的时候，我们 F-16挂那个来舱上去，可以照相照到这个解放军的战机，那就是用什么？用 IRST， 就是这个原料做的。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姿，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夏涵彬，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钱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青鸟又要飞出来了，为哪桩呢？他们说我要飞呀飞呀飞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他们特别讲说我要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国民党这几个人，包括翁小玲委员，包括徐宇珍，包括傅昆萁，你们修这个限速法，还有选罢法所以要声讨他，要讨伐他们。可是观众朋友，滥权应该是执政党才能滥权吧？到底是谁在执政呢？这是非常荒谬、非常奇特的现象在台湾发生。我们先来看看邻国韩国，因为戒严之后造成的韩国的社会的动荡。现在我们看到有学者就分析了，尹锡悦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戒严，有可能是受到他们社会里头极右派那一些人，特别是 YouTuber 的影响。哇，大总统、大总领受到 YouTuber 的影响学者就讲了，因为他接受太多右翼 YouTuber 的资讯。误以为他以为他有民意呀，他以为韩国人民支持戒严，所以你看到呢，尹锡悦用的词句啊，他用的用语啊，都跟这些右翼的 YouTuber 很像，包括我要铲除反国家亲北韩的同路人。其实跟我们台湾为什么很有既视感？我们台湾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我要铲除中共同路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不过你是总统你可不是 YouTuber 过去我们来看看呢，包括这个尹锡悦倒台之后，很多人就把他跟他老婆很多荒谬的行径给挖出来，包括这2个人非常迷信。说是有国师给他们好多的建议。你看到有一场辩论会这个大概政见发表会的一个场合，他手刚好伸出来做一个手势，结果被捕捉到他手心里写了一个王就很像是那种你知道妖术妖言惑众所以民众说你是不是在迷信巫术呢？就是你要称王称帝。对照，其实，在沙皇时代，我们讲的是俄国沙皇时代，那个时候其实也出了一个妖僧那这个僧侣呢，他就是妖言惑众据说以前在这个俄国的这个沙皇时期搞垮了整个俄罗斯大帝国。所以呢，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历史有时候就是在轮回，尽管是不同的国家。不过我们再来看看，除了一些街头巷议之外现在真真实实发生在南韩的是总统不愿意下台，有检调要调查他也不愿意开门呢。我们看到呢，戒严调查小组说，这是最后期限了，你一定要出来说明。可是尹锡悦再度神隐，没有现身，并且南韩的警方想要进去总统办公室，也被拒绝，僵持8个小时，没有结果。那尹锡悦最后会不会出庭？他的律师是讲这个有最后我们会出庭啦，因为他认为戒严事件不是抢夺政权而引发暴动，所以不满足内乱罪的构成要件，所以他说尹锡悦最后还是会说明的，因为他觉得总统戒严是我的职权怎么会有内乱的可能呢？不足以成为内乱。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有可能最后尹锡悦会逃过这一劫为什么？因为现在南韩跟韩剧演的一样，检跟警在争夺戒严调查权大家都想要表现大家都想要在媒体、在老百姓面前让大家知道说，我检方比较厉害，或者我警方比较厉害，所以在调查跟逮捕上面竞争白热化所以最后非常有可能尹锡悦会得利
因为他可以选择哪一方调查可能对我比较有利。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所谓的法官人数，因为最后要到宪法法庭再做裁决嘛，还有内乱罪名之争、传唤调查之争现在可能是尹锡悦案的3大司法缠斗。而另外我们看看川普，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因很大的变数，他要上任了嘛。他在他的海湖山庄开了记者会那谈天谈地谈东谈西，就是跳过南韩。他甚至还提到金正恩还说他跟金正恩相处的不错，可是唯一跳过的就是南韩可能也避免要谈到南韩最近的政治动荡。而另外呢，川普跟北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上一届担任总统的时候过去4年的演讲中提到北韩287次，只提到南韩100次，媒体就帮他算算看，连看说是有可能川普未来会比较靠近北韩包括你看到呢，所谓3边合作，最后有没有可能不是美日韩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美日韩3边合作嘛，最后有没有可能变成美俄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世界整个是 upside down 整个都翻过来了我们看到北韩最近的动作也特别很奇怪，很低调金小胖什么都不做，包括北韩纪念金正日去世13周年这个大日子，这是阿公他也没有现身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来请教彬哥。这个青鸟喜欢飞出来就让他们飞吧，反正最近天气很冷。国民党的立委是守在立法院里头，至少有一个强堵的。你们在外面要露天你就去吧。那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就是很明显，这些所谓的青鸟，甚至这些什么八嘎囧啊、什么闽南郎啊，这些全部都是在同温层里头，他们要的也就是同温层的声音而已。所以他们在里头再怎么胡说八道，再怎么鬼扯，都会有人相信，都会有人支持。那实际上，尹锡悦不也是一样吗？尹锡悦实际上那些 YouTuber 是借由这些比较偏激的言论去换什么？换流量，换抖内。那问题是他在找他自己的同温层的时候，你自己还掉进这种同温层。那你天天待在同温层里头，当然觉得我们这一切都是对的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认为是这样，你就这样干，结果发觉真实世界根本不是这样。那当然，你说都当到总统人还能够这么偏听偏信，我觉得也是蛮离奇的。他恐怕像最近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言，包括宗教的问题，或是他精神状况的问题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复合性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件事。但是大家不免又想起来，当年朴槿惠跟崔顺实他的爸爸就是朴槿惠的精神导师对，因为朴槿惠他爸去世之后，等于他一路照顾他。那等于也是受这个他的精神导师跟他精神导师的女儿影响非常大，所以才造成整个乱政的结果。那现在也是一样吗？因为现在这一个宗教的导师，据说也是金建熙介绍给他的，他太太介绍，对他太太介绍给他。那金建熙据说在跟那个尹锡悦还没有结婚之前就非常信这个导师，那后来这个导师也帮他在选战策略上出了不少力，所以他是不是到底有这些宗教信仰不晓得，但是有什么宗教信仰都没用，因为你做出来这种事，本来到最后你自己就要去承担这个结果。那拉斯普廷呢？当年厉害在什么地方？因为沙皇的小儿子得了血友病，是，然后结果呢，拉斯普廷很奇怪，这个人没念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医学素养，可是他就可以治血友病。对，这个非常奇怪。好像后来他好了。对他其实没有完全好，但是每一次只要血友病一发，拉斯普廷一去他就好。有妖术。这个不知道。他甚至他要死的时候，他们下毒开枪打，把他丢到冰里头，没死啊。到最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死。到现在他的某一部位重要部位还在那边展览。你知道有看到报道。是，所以这个人这是个怪人那个导师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那只是这一些其实都是花边八卦，重点还是尹锡悦必须要去面对他现在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那他现在是采取一种抗拒的心态，就是警方已经连续找他好几次，然后他就是躲在总统府里头就不出来。那理由就是因为总统府的这些特勤就告诉你们说，总统府里头一大堆机密这牵涉到国家的问题你们不可以随便进来。其实这跟民进党的借口有什么两样？不是一模一样吗？都一样。你看尹锡悦从头到尾，你要说他的指导者是 YouTuber， 我觉得他的指导者比较像民进党嘛，我觉得更像沈伯洋。沈伯洋用的招数，尹锡悦不都用一遍给你看了吗？不就这样吗？所以
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是沈伯洋去指导他，而是天底下在那边乱搞的人都是这副德性，套路都一样。对，都一样啊，都是自己找一些欺骗自己的借口，然后就在硬搞。那现在当然因为他毕竟还是现任总统，对，所以你要动用警察权或是检察权去把他抓出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他可能就一直龟缩在那边。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各显神通，看谁有本事。那检方呢，为什么一直要积极去抢？一方面，谁能够治得了尹锡悦就是大功一件。对。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检方很多人跟他有仇啊。因为以前他在当检察总长的时候就是特立独行啊，什么事情都是跟人家硬干啊，所以他的检察体系其实本身得罪很多人。所以这些人是不是来报仇的，我就不知道。那导致川普呢？川普他现在当然不会去提韩德洙，为什么？韩德洙只是个过渡的暂时代理人嘛，我去跟他谈也没什么意义，搞不好他几天以后就换人了。现在去跟他谈也没什么意思。然后韩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未来不明确的时候，川普这么聪明的商人，他不会去跟你谈的。那反倒是金正恩是他有机会争取的目标。你想想看，如果川普重新再回来，把拜登过去4年搞不定的金正恩重新又搞定了，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加分的。那金正恩，特别是在这一次南韩的整个戒严的政变当中，表现得出奇的冷静跟自制，都没有做出什么大动作，只有到前2天才发了一篇文，他们的官媒骂了一下而已，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认为金正恩确实是在等待川普上任，保留跟川普进一步谈判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当然不太可能形成什么美俄朝同盟，这是不太可能的。对啊，不太可能吧？对，这可能性太低。但是也许是有机会化解目前朝鲜半岛的僵局。将军怎么看？我想说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太复杂啦，就是为了一个包包嘛，从头到尾，对不对？思密达就是包包思密达的事件，名牌包，就为了他老婆金建熙的事情，被起诉。其实我们看到韩国在野党其实也是很狠的，就追着一个包包咬着这个一直不放，然后这个尹锡悦他当然为了保护他老婆，然后另外他自己本身还有炒股啦，为了这个事情来讲搞出这么一出戏出来。但是他这种一出戏大家不要以为说是我们旁观者心觉得是怎么弄这么离谱，弄一个戒严。但你要知道，有时候政治是盲目的，尤其对群众来讲都是盲目的。就是你要给你一个支持者，给他一个理由，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虽然这理由再荒唐、再不可信，可是你只要给他一个理由，这支持者就会相信。那我们台湾不是曾经也是如此吗？就像是陈水扁海角7亿那件事情，到最后他给他支持者一个理由，我这是建国基金。就支持者就相信了，就接受了哈。所以我觉得政治有时候你由政客他们来操弄，但关键就是说你要想出一个理由。虽然说这理由再荒唐，那现在尹锡悦想出来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北朝鲜的问题，当然跟我们台湾目前很像。你凡事只要说是对自己不利的，你就要去抹红对方，去这个去操作这种抹红的手段来讲的话，都会让你支持者得到一个认同。但是我觉得韩国这件事情现在以尹锡悦来讲的话，大家可以从2个方面角度来看。第一个，我觉得他把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政治事件，因为这就是政治斗争嘛，不管你在野或者是执政党，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然后利用这种戒严的手段来达到他这个政变的事实。可是你要知道，他把现在尹锡悦他毕竟是学法律出身，但不要忘了他是什么出身？他是检察总长出身的，而且他不但检察总长出身，他办过2个总统。一个是朴槿惠，一个是李明博，都是被他起诉的，所以他对于这种宪法上面对种种起诉的相关条文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什么？他把一个政治案件来讲，他把它操作成法律案件，所以他现在来讲很明显的就是，我这个不愿意辞职，对不对哈？我抗拒或干什么？因为他对法律太了解，他本身就是弄这个出来，而且他起诉过前2个总统，所以他很了解。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来讲的话，对他有没有利？我们后面慢慢讨论。这个韩国宪法法院就是6个法官嘛，那他又去赌嘛，就真的让他赌赢了，你知道？现在抽签，他用电脑抽签，抽中了主审法官是谁呢？是一个叫做郑亨植的。郑亨植这个法官是什么角色呢？就是刚好是他提名的，然后而且是这个
政党的属性属于比较保守派，非常保守的一个这种郑春直大法官哦，郑春直。那其实这种对他来讲是非常有，对这个尹锡悦来讲是非常有利，因为他现在把它炒作成这个法律案件嘛，那大家就按照法律一步一步来做，对不对？这个起诉，然后这个在法院调查或者干嘛，整个过程，这时间可以拖很久，然后一拖他就有机会再变。另外，你刚刚讲到说是检警在互相抢调查。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检警抢调查？是这检察官都是他徒子徒孙的，他是检察总长，这检察官是他徒子徒孙。当然，韩国老百姓当然是现在比较希望说是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就警察来调查。可是检察官来讲的话，他一定抢着调查。为什么？因为检察总长是他们的大老板嘛，现在这个总统是他大老板，你再怎么样，他是总统，那这些检察官，当然对他比较客气一点。可是我觉得，就韩国自己民众来讲的话，当面临这么大一个状况，尤其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5个军方的，从国防部长到这个首都防卫司令，到特战司令，到陆军参谋总长都被逮捕了。我觉得对韩国军方来讲，国防安全会露出一个很大一个漏洞。但是很遗憾的，尹锡悦他只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到现在为止不肯迟迟下台，会让韩国更加的动乱。没错，国家都要被拖垮了。来，请教苑老师。我在这边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右翼的 YouTuber 啊，什么叫做左翼的 YouTuber， 大家搞不清楚。这个是我们哲学的名词，我终于找到一个发挥的机会啊。这个右翼的话呢，基本上就强调敌我分明啊。为什么刚刚讲到说青鸟的行动的话，大家会联想到尹锡悦呢？因为尹锡悦的主要的理由，我在我们线上问了韩国留学生。尹锡悦对韩国人讲的主要理由就是他所有要整治的对象都是完全倾向朝鲜的啊，就这么简单。这个朝鲜的话呢，就是敌我的；那么所谓的右翼的话呢，就是划分敌我的阵营。那么青鸟本身来讲的话呢，反中就是敌人就是中国，然后呢这个那么赞成台独的话呢，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敌我之间的话呢，就这种区别，越强调这种区别的话呢，越是右翼的。所以台湾的话，右翼的基本上的话呢，是很容易达成一个政治的目的，什么目的？团结一致就是大家会感觉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本身来讲选罢法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大家突然觉得说，对于青鸟来讲，罢免一个人很容易动员很容易，这就是右翼的这个力量了哈。就是说敌我，因为我们一般来讲闲的没事干，哪里跑到去选已经够累了，还要罢免，那么麻烦死，谁会想到这个事情啊？但是青鸟他们很喜欢，禽兽部队都非常喜欢干这个事儿啊。就这是第一个，让大家了解。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没有错了，尹锡悦本身学法他非常懂的。他前阵子16、17号的话呢，要传讯他不来的理由的话是法律的理由，就是我刚被弹劾，14号才被弹劾，我那边请律师来捍卫我，这是权益的问题。我必须强调，韩国本身它有2件事情是非常极端的，一个它的司法非常极端，一个它的道德非常极端啊。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不讲了，但是司法极端到就是说，你任何人的话，说句良心话哈，那个迪奥包算什么？大家都知道，名牌包贵的是爱马仕啊。对不对？迪奥包算什么？我们前者高好几个了都不一定这个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个所有人心里都明白，不用我多说。我跟你讲，那是好的啦，你跟爱马仕根本不能比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大家就会认为说，贪污就贪污，是这个司法上很严格，道德上很严格。所以说，尹锡悦本身面对这种情况的话，他必须要有意无意的转向这种情况。他觉得什么呢？他觉得倒霉啊！这种倒霉的话呢，所以呢就会误信谗言相信一些。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我在台大教科学哲学教了这么久，很多的政治人物都非常信些神神鬼鬼的，你知道吗？我听了太多了。但是这里面的尹锡悦伸出手了以后他那个字他缺了一个8字了就是少了一个字，这个字了，就这里面当中情况。另外的话呢，那个朝鲜这边的情况我觉得金正恩本身他注意到这个机会虽然就是说俄朝美的结盟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川普要跟他们分开谈的话呢，因为川普的最重要的事情还不一定是结束俄乌冲突，是他在任内绝不打仗这个请大家要搞清楚。川普就是一个反全球化，另外一个绝不打仗，生意人嘛，打什么仗？对所以这种从某种角度来讲，大家还可以慢慢观察。对，谢谢苑老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右翼的 YouTuber， 今天上了一课，谢谢老师。